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各地给出的这个常见问题，或者说结构设计通病当中呢，提到的一些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参数的问题。比较频率高的呢，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这个当结构的最不利地震作用方向角大于15度的时候呢，用户没有在这个软件当中呢附加地震方向组数，导致呢这个没有考虑这个规范的这一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在第一种情况就可以在软件计算的时候呢，使用软件的这两个功能。第一个呢是勾上这个参数，自动考虑最不利地震作用方向。如果说这个时候呢角度大于15度的话，程序会自动增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模型里面或者说平面图里有很多的这种斜角抗侧力构件的话，那您可以自己手动去录入这个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也是第二个问题属于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呢，同时呢，也是很多用户犯的，就是说我们在计算风荷载的时候忘了回带这个结构的基本周期。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会先进建模去算一遍，然后我在再算第二遍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结构算出来的基本周期呢拷贝到这个风荷载的这个计算参数里面来，然后我再进行计算。那么我们在后期有很多时候大家会反复的去调模型、调刚度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周期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忘回填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比较低级的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您可以借助现在的这个新版软件去勾选这个参数，让程序给您自动回带这个基本周期，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家模型调整完的最后，如果交计算书之前呢，做一个工作，用软件呢进行一个相关的校核。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软件版本里面呢有一个模型校审的功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支持对计算书中的部分计算参数、整体指标，还有是构件设计的结果呢，最后给您进行一个校核，防止您最后在提交计算书的当中呢出现上述的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那么，对于计算参数这块的检查呢，程序比如说可以检查一些容重啊、分项系数、周期折点系数是不是有填写正确，还有是我们的风压有没有按照新的通规呢小于0.3的要求去录入，有没有出错。还有一个，比如说在使用高强钢的时候，那么这个轴心受拉强度有没有按照360去取，以及潜力强的配筋率啊、钢座折点系数等等这些。那么整体指标还有是构件设计程序可以检查哪些内容呢？都在这个参数面板当中列出了，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勾选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在那个使用这个功能的之前呢，记得录入一下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地区信息即可。然后录入完之后，检查完了之后呢，程序会给大家生成一个校审报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校审报告呢进行相关的数据的修改。那么，这儿要专门提醒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结构计算书这方面的校审呢，程序目前呢只支持这个，如果您使用的是 PKPM 模型是可以的。